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年底全组所有同事都发奖金了，只有我没有。我去质问组长，他却说我今天是实习期最后一天，严格来说不算公司的正式员工，所以奖金没有我的份。好爱，我超爱整顿职场，我直接在群里艾特了公司老总王总，我配拥有奖金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消息一发出，整个群里像死了一样的寂静，就连回复收到的同事都在群里诡异地卡顿了几秒。眼看10分钟过去了，王总都没有回复，我噼里啪啦手里打个不停。王总，我希望您知道，我工作这几年还是拥有很多优秀的就业机会的，他们都抢着要我。曾经世界500强的企业亲自来我家里让我去他们公司入职，可我都拒绝了。我明明可以拥有更加优质的工作条件和更优渥的生活，但我为什么要选择来我们公司？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不想过寻常的富二代生活，因为太无趣。王总，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你到底有没有 get 到我的点？我还没有输出完毕，组长廖飞就哐当一声打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气势汹汹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让我进办公室说话。我走进去时，身后的同事都在议论纷纷，廖飞脸都气红温了，劈头盖脸对我就是一顿输出。你有病吗？李岩，你在群里发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是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你今天还是实习期的最后一天，你不是正式员工，你要什么奖金啊？我将早就准备好的就业合同的照片放在了桌面上。不好意思了，组长，昨天才是我实习期的最后一天，是你自己记错日子了。廖飞一愣，这才看见合同上试用期的日子刚好是在昨天。那我今天已经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了，就应该享受正式员工该有的奖金奖励。根据劳动法第46条，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意思是，如果员工转正后所从事的工作与试用期相同或相似，且其工作表现符合公司要求，那么公司应当给予其与其他相同岗位员工相同的薪资待遇，否则我是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廖飞的脸色别提有多难看了，瞬间就炸了毛。你别在这给我显摆你读过的几年书，你有本事就为了这么点奖金去告我，没本事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否则别怪我取消你的转正资格。别天天看那种营销号总想00后整顿职场，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公司给你就拿着，不给也别伸手。一个刚过试用期的小员工还想反了天呢，我气笑了。感情咱们公司的白纸黑字根本不算数，这劳动合同也没办法保证我自己的权益是吧？廖飞像是赶苍蝇一样冲我挥挥手，说还是那句话，公司有自己的安排，轮不到我来智慧。将我赶出办公室时还警告我，李岩，你记着，你现在虽然转正了，但你不老实，我随时能让你滚蛋。和我同一批来却收到奖金的同事看我出来时脸色不好，都阴阳怪气。李岩，不是我说你，我们在这儿的3个月毕竟也学到了那么多东西，就为了一点奖金你至于吗？我翻了个白眼，是，你清高，你了不起，那你把你的奖金给我呗。就是刚转正就惹组长生气，以后你有的是小鞋穿。前列腺同学，你坐下，现在还不到你发言的时候。两人气得脸色涨红，本想回嘴，
还是和我关系不错的江晚先一步把我拉到了楼梯间，一开口就劝我别折腾了，因为公司是不会给我发奖金的。我问为什么？因为你后面没人。江晚这才说，他刚转正的时候也是这样，像公司逢年过节给的福利，一年只会发2次，一次年终，一次年底。本该要转正的员工就会被硬生生拖到他们发了福利以后才会安排转正。像他那时候一批员工是5个人，年终所有奖金什么的算下来可能会有2000块。明面上公司说的是都没有，其实其中2人却私下里都补贴到了工资上。因为江晚无意间看到了其中1人的聊天记录，原来那2个同事不是王总媳妇的表妹，就是王总的侄女。我顿悟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江晚点点头，和你同一批转正的2个员工，也是王总和廖飞的关系户。好啊，原来这公司还搞裙带关系呢。当天晚上，因为我们组超额完成了销售任务，廖飞兴致高昂地组织大家去楼下的湘菜馆聚餐。看我手里提着我妈让佣人送来的熏鸡，当众撇了撇嘴：李岩，别以为你讨好我就会给你发奖金，做人就是要脚踏实地，别总想着溜须拍马。我举起了面前的茶杯，瞬间无语。要不是我，你连熏鸡都没得吃。我跟你讲，现在还在旁边想太多，做人还是不要太自恋，别总想着谁都想讨好你。这时江晚在旁边打着圆场，给廖飞端茶倒水。这一打岔，廖飞也就不再搭理我了，只是时不时还是会内涵我2句，我只当听不见。直到我起身去洗手间时，听到醉醺醺的他在走廊角落打着电话，脸上一股得意劲。王哥，你放心，之前新员工的奖金不就是这么省下来的吗？能有什么事？嗨，一个新员工，他有意见也是白搭，我有的是方法收拾他。另外2个奖金已经私发了。看着廖飞张狂的模样，我一阵反胃。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拿我怎么样。次日，廖飞让我跟他一起出去跑外市场做调研。其实我现在已经转正，已经可以自己跑市场了，但他非要故意带上我，难保没有折辱的成分在。果然，他不是让我开车，就是让我买咖啡。终于在到一星医美见到院长的时候，才算老实了。舔着脸就要伸手去和院长握手。院长原本不想理他，结果回头一看见我，顿时愣了，这才伸出了手。我也愣了，这哪是什么院长啊？这不是我表哥黎川吗？鉴于我在场，黎川只是听廖飞大概讲了一些产品器械的优势，当即就拍板说先订10台超声波溶脂仪。这可把廖飞给激动坏了。我们公司是做医美类医疗器械的，以进口为主，一台机器的价格几乎都在5位数。这一次就要了10台，可是从来没出现过的大订单了。而且这一星医院还是全国连锁数1数2的高口碑，一旦和他们合作上，其他医院也会想要我们的机器。以后就不会再愁销量了。只是在廖飞拿出合同，迫不及待想让黎川签的时候，我咳了2声，黎川也乖觉，当即说再等等，先看看医院还缺不缺其他医美器械，到时候一块定。廖飞也不敢催得太紧，又怕错失这个大单，最后还是黎川答应先支付30%的定金，廖飞才答应。趁着廖飞去洗手间的功夫，黎川赶紧凑过来问我：妹子，你怎么在这个小医药公司上班？我爸说他有点事，所以让我来帮你压单。我让他不该问的别问，至于我们公司这一单，也先给我拖着。黎川二话不说答应了。
当听我问到那30%定金的时候，黎川笑了：“你傻了，妹子，我说会先付，可没说具体是什么时候付，对吧？没毛病。”廖飞回到车上后，激动得只想用鼻孔看我。看见了吗，李岩？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别看我就比你大5岁，但这就是经验。前面多少人想来一星谈合作，没人能见到院长也就算了，根本连谈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你看看我一共说了才10句话，10台机器卖出去了100多万的订单，除了我廖飞，我们公司还有谁能谈下？我无语。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你就先乐呵着吧。廖飞一战成名，在公司几乎要横着走，周围人看他的艳羡眼神一下让廖飞膨胀了。有时候和王总说话都不再像以往那么恭敬。终于，1年1度的年会开始了。以往这些杂事不用王总说，廖飞早就张罗好了，但他现在可是销惯了，这种闲事他才懒得管，各种推3阻4，最后还是王总让自己的侄女物色了一家度假酒店，预定了年会场地。当晚，我早就候在了酒店门口，在王总进休息室准备练发言稿时，我紧跟着钻了进去，简单的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当听到我是在群里艾特他索要奖金的黎岩时，他脸上的假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黎岩同志啊，我理解你或许家庭困难，没有了奖金心里觉得不舒服，但是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今天你来找我要奖金，明天其他同事找我要，那公司还怎么经营下去？你说对不对？我不耐烦听王总打官腔，干脆打断了他。王总，其实我不是特别物质的人，只是当下我如果和其他同事一样都有奖金，会让我觉得很公平。而且和我同梯的2个同事他们都发奖金了，既然你都要发奖金了，为什么不多发一点？你如果不知道我想要多少，可以打电话问我呀。王总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这么理直气壮的伸手要奖金的人，原本头顶梳的整整齐齐的几根地中海都气抖了，说现在年会要开始了，有什么事等年会结束了再说。谁知年会刚开始，廖飞就气冲冲地将我拖到了休息室，反锁了房门，往我脸上砸来了一张纸，上面赫然5个大字：离职申请书。我心里一喜，哟，要开除我？可以，那就按照 N+1赔偿，还有奖金，我马上就能离职。廖飞冷笑出声：你他妈做什么梦呢，黎岩？公司可不是开除你，是让你主动离职，懂了吗？你今天要是不签名，你就别想走。廖飞说着就把笔摔到了我面前的桌面上，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你疯了？现在法治社会，你还想搞非法拘禁呢？我趁他不备，推开廖飞的胳膊就想往门外冲，被廖飞恶狠狠地一把抓住了后背的衬衣。现在想跑，晚了，今天这名你不签也得签。说着，廖飞抓着我的手就要往合同上按，嘴上还骂个不停。就为了那么点奖金，你可是真能做，给我惹这么多事，还害我被王总踢了一顿。我真没见过你这么轴的人。我一只手挣扎着，另一只手去抓口袋里的手机，试图让廖飞别这么激动。廖飞，你坐旁边，我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你别抓我，你这样我也没法签名啊。廖飞整个人都不耐烦极了，不再抓我的胳膊，转头就去摸桌面上的笔，想要朝我手上塞，嘴里催促着让我快点签名，别耽搁他出去参加年会。我趁他转身拿笔的功夫，迅速拧开门锁，冲了出去。正好看见有几个公司的员工一边聊着天，
一边朝洗手间方向走，其中就有正拿着手机的江晚。我急忙大声呐喊：报警！快帮我报警！廖飞要拘禁我！下一秒，廖飞就从身后猛地拽住了我的头发，咬牙切齿地冲目瞪口呆的几人喊着：谁他妈敢报警，我就开除他！不管我的挣扎，就将我拖进了休息室。头皮的痛感让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护着自己的头发，忍无可忍地骂着廖飞有毛病，我就是不离职。廖飞，我今天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有本事为了奖金的事，你就杀了我呀！廖飞高高的举起了手，像是要朝我扇耳光似的。我吓得尖叫着闭上了眼睛，其实却将手机在自己身后解开了锁。我报警了，廖飞，你现在要是放我走，我就能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急匆匆按了几下求救按钮，就将手机放到了廖飞面前。廖飞的手停顿了一下，低头一看，上面还有数字，电话根本就没有拨出去。我心里骂着手机不给力，廖飞整个人却气炸了，抓过我的手机朝地上狠狠一摔，发出剧烈的碰撞声。你真是给脸不要脸，乖乖签了名不就没事了？再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廖飞的五官几乎都扭曲了，吓得我打了个冷战，不住地点头。好，我现在就签名，你别冲动。廖飞怕我又玩什么花样，这一次死死地掐着我的后脖梗不松手，非要亲眼见到我签名不可。终于在廖飞看我一直磨蹭，忍无可忍时，门外传来了几声慌张的引路声。警官，我们酒店都在开年会，怎么会有人囚禁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一下来了精神，大喊着我在这里有人拘禁我。廖飞想要捂我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听到声音就已经冲了进来，正看见我在廖飞怀里剧烈的挣扎。廖飞死活不承认他是在非法拘禁，只是说我们是同事之间有矛盾。走到我身边时还压低嗓音恐吓我：黎岩，你要还想在这干，你就顺着我的话说，否则……我一把推开他，就躲到了警察身后，指着廖飞就喊：就是他！不仅摔坏了我的手机，还不让我出去。说着，我还展示了自己被揪成褶皱的衬衣和被摔得烂了屏的手机。再看我头发乱得不成样，任谁都知道事情一定不会像他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当我们回警局调查问话的时候，廖飞一路上都在恶狠狠地盯着我。到警局时，我爸早就给我找来了公司惯用的律师团队。廖飞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拘留了，年会也进行到一半，被迫终止了。王总觉得既丢脸又气愤，从警局一出来就将我叫到车里谈话，把自己地中海的几根头发捋得锃光发亮。黎岩同志啊，廖飞毕竟是你的组长，辛苦带了你3个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同事之间搞到警局去，是不是太难看了？这样你就说你们之间是误会，让廖飞赶紧出来。你奖金的事我一定好好考虑一下，行吧？我当然果断拒绝，想和我玩搞拖延，我也不是傻子。我直说，廖飞确实就是在故意非法拘禁，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他自作自受。王总一噎，看我软硬不吃，气得脸色铁青，连声说好。我们公司庙太小，容不下你这大佛。既然这样，明天你就不用再来公司了。我将早就打开的录音冲他扬了扬。王总，你开除我总要有理由，补偿奖金缺一不可，我没收到补贴1天我就不可能离职。关门时，我还听见王总在身后暗骂的声音，隐约还有一句让我等着瞧。昨天的事让我爸妈很生气，
他们不过是想给我找点事干干，说没必要为了那么点奖金让自己遇到危险，不行就回家算了。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赶到公司的时候，正看到姜婉被王总叫去办公室，王总连带着也让我跟了进去，当着我的面就给了姜婉一张离职单，说她工作不认真，业绩考核也没通过，所以公司决定将她开除。开什么玩笑？姜婉在公司勤勤恳恳干了3年，每个月的业绩都是数一数二，怎么就忽然要开除她了？但是姜婉一点也不震惊，更没为自己争取一点该有的辞退补贴，二话不说拿起笔就要签名。不行，姜婉，凭什么呀？你工作出色，能力出众，说把你开除就开除，没有一点补偿，能行吗？你不要签名。王总双手环肩，坐在办公椅上，冷眼看着我。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开除姜婉？因为昨天就是他报的警，吃里扒外的员工，我们公司可要不起，还想要补贴？做梦！姜婉，你现在签了，工资准时给你。你要是不签也行，你劳动合同上签的有你家的地址和你家人电话吧，别等到时候我3天2头派人去做客。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姜婉苦笑着推开了我按压着她的手，让我别白费劲了，公司不会给她这种小员工补贴的。她不像我，一看就是不缺钱的富二代，她还有家人要照顾。但是她不后悔，昨天她报警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会有这一天了。我知道姜婉其实家庭条件并不好，女儿刚上幼儿园，她天天还要接送孩子，老公又不努力，只知道在家喝酒，也不工作，一家人的压力都放在了姜婉身上，所以她特别拼命，周末带着女儿都去医院谈项目，所以才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但是现在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离职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姜婉离开时，王总冲我阴冷一笑：李岩，刚才我和姜婉说的话你也听到了，我只给你3天时间，主动离职，去警局主动撤案，否则我也只能去你家说道。还有，你也不会想被封杀吧？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干下去？你自己好好考虑。王总不仅将我的工位移到了洗手间门口，还让同事抱来了一沓厚厚的客户资料。李岩，王总说了，这1年的客户资料让你全部整理成表格，下午发给他。王总有病啊，我是销售部的，又不是文员，统计资料根本不归我管，好吗？同事无奈地耸了耸肩，说自己也是听命行事，还叮嘱我没干完不能下班。当天我统计到凌晨2点才走。从这天开始，王总想着法子来折腾我，不是让我加班加点做一些不属于我的工作，就是让人事通知我想将我调岗到后勤部，还在开月度会议的时候公开说我脾气太大，能力不行，以至于原本还会和我说上几句话的同事，现在都对我十分冷淡。我一直强忍着。当天我一下班就找到了姜婉家里，她正在和老公因为工作的事吵架，看见我后尴尬地把我迎了进去，听我吐槽了这几天王总的所作所为后，犹豫片刻，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个 U 盘。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我在这3年也收集了一些证据，我用不到了，希望能帮到你。我打开一看，竟然是廖飞压低公司报价私自牟利的证据，其中他自己吃下的回扣居然高达20%。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一段王总和廖飞勾肩搭背说话的视频。我们公司销售出去的所有器械几乎在2年内就会出现故障，因为王总为了再次销售，
或者赚一大笔维修费用，居然先让维修工在机器上动一些手脚。只要我找到公司的这些维修工，撬开他们的嘴就是证据。我心里来了主意，临走时我对江婉保证，让他再等等，自己一定会给他找份工作。只是我没想到会在公司门口遇见廖飞的家人，他们一看见我，一窝蜂地将我围在了正中央。为首的年轻女人看见我就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嘴里喊着求我放过廖飞。年纪大一些的老太太更是在地上躺着打滚，边哭边嚎：我可怜的儿子啊，姑娘，我老婆子求你了，你就让廖飞出来吧。我被他们缠得烦不胜烦，想走，廖飞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就将我拦住，一个个哭个不停。年轻女人更是不停地给我磕头，说自己是廖飞老婆，现在已经怀孕3个月了。要是廖飞真因为这事被抓，留下案底，以后孩子可就完了。我看女人哭得实在可怜，何况她也不过是听王总的话行事，只好说自己知道了，给自己的律师打去了电话，说廖飞的事自己决定不追究了，将女人他们的感激抛在脑后。我这才走进公司，没想到王总正在行政区逛着，看我进来，先看了一眼手表，随即冷哼着说：黎岩，你迟到也就算了，还在公司门口惹出那么多事，影响其他同事工作，公司没有你这种员工。走到我身边的时候还冲我比划了个3。哦，原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呀，怪不得王总急的都叫来了廖飞的家人。我笑盈盈地捂住了嘴，哎呀，王总想让我走啊，奖金和赔偿别忘了给哈。看我没再看他一眼，走回了工位。王总的眼里迸发出了一丝阴狠。当天下班后，我正打算去维修部找那几个工人，却没想到扑了空。可刚走进地下车库，一只手就从我身后快速地伸了出来，带着难闻的刺鼻气味，我瞬间晕了过去。在睁眼时，我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捆在了板凳上，废弃的仓库里就我一个人。3个闻着花臂混混模样的人看我清醒了，捡起地上的木棍就在手里掂了掂，眼神凶狠地问：你就是黎岩？双手被反手捆绑着，我用力地摁了好几次手表上求救按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为首的混混嗤笑一声，就是有人说你不识时务，让我们哥几个收拾收拾你。我下意识想到了王总，但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只是为了点奖金，不至于吧？但不管是谁，只要拖延到警察来，我就有救了。于是我急忙向着他们道歉，说自己哪里做错了，让他们有话直说，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一定会做。看我这么害怕，3人哈哈大笑。其实也就是个小要求，你只用换个工作就好了吗？李小姐这么漂亮，一定也不缺工作。居然真的是王总这个王八蛋！我忙不迭地点头，说自己从这里出去绝对就离职。可混混却拎了拎手中的木棍，朝我走了过来。我一下慌了，喂，你们干什么？我已经说了我会换工作了，你们怎么还不放开我？我们不仅要让你换工作，我们还得给你个教训。今天就先断你一只手，谁让你这么不老实呢？我们也是听人吩咐，没招啊。说着，身后2人解开我身后的绳子，合力将我按在了地上，怕我尖叫出声，甚至还有人死死地捂住了我的嘴。我不住地摇头，看着高高举起的木棍，心也被高高提起。在即将挥到我手背上的最后1秒，我吓得忍不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身后的铁门发出了哐当的剧烈撞击声。警察都别动！这几个混混被抓后，居然没有一下供出王总，
以至于王总在看到我狼狈的模样，还阴险地笑我活该。直到我将 U 盘插到了他的电脑上，看到上面有他吩咐工人破坏机器的视频，他整个人都懵了，先一步就要抢过 U 盘。我从包里又抓出了一把 U 盘，在他眼前晃了晃。王总，你不会以为我傻到只有这一个 U 盘吧？王总一下从刚才的目眦欲裂换成了强颜欢笑，右手紧张地抓了抓自己的几根发丝，换上了一副好说话的样子。这样吧，李岩，你不就是想要奖金吗？我今天就安排财务给你转过去。我把玩着手中的 U 盘，王总不是说要开除我吗？王总干笑着，居然给我倒上了一杯茶。呵呵，误会，都是误会。你业务能力这么强，公司怎么会开除你呢？这样，从这个月开始，你的底薪我再多给你加1000块，行吧？我点了点头。那我就感谢王总的一片心意了，就是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了。王总一愣，忙问我什么意思。当然是因为这个 U 盘材料我已经交给了警察，还有你找来警告我的人应该也已经招了。王总，以后你就慢慢去踩你的缝纫机去吧。话音刚落，就有秘书慌张地敲门汇报，说有警察说要找王总问话。王总额头上瞬间冷汗淋漓，脸上的横肉瞬间变得涨红，扑过来就想抓我的手臂。李岩，我都不开除你，还给你涨薪和奖金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报警？你马上就去给我撤回报警，说我们已经和解了。我只给他留了2个字：做梦。警察要将他带走时，王总的双腿都发软了，不停地冲我喊着：李岩，你一定要帮我撤销报警啊！可是刚一回头，就看到了门口处正焦急等待着我的爸妈，睁大了眼。李总，你怎么来了？看我走到我爸身边，亲昵地叫爸。王总脸色如菜。不，李总，这竟然是你女儿啊！我真的不知道，求你们放过我一马吧。可我爸早就被王总搞得憋了一肚子气，说话都冷着一张脸。王泽呀，你欠了我3000多万，我催你还账，你就说公司效益不好，资金紧张，我也理解，毕竟现在市场环境不好，我就让我女儿毕业后来你公司打发下时间。但我没想到你偏偏欺负我闺女，那你欠我的这笔钱也别想拖着，尽快还我吧。王总在身后频频回头，喊得声嘶力竭。李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再给我点时间。最后还是警察将还呜咽着的王总给拖进了车里。确实还蛮好哭的。王泽被抓，公司倒闭，抵给了我爸还账，家里住的房子和商铺全部都被拿去卖掉，最终凑了一半的还款先给了我们。他老婆来送钱的时候还哭着求我们，问我们能不能和解，被我爸二话不说拒绝了。只是廖飞原本拘禁我的时间又不长，再加上我的心软，他也在当天被放了出来。王总的事情依了，我心情大好，在家休息了2天，就打算约小姐妹出去逛街，放松一下心情。刚走出家，就看见了廖飞，他憔悴了一些，一看见我双眼通红。李岩，谢谢你，要不是你愿意放过我，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看着以前自高自大的廖飞，也懂得感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只是留下一句以后别这样，就打算走。廖飞却搓着手，尴尬地朝我笑。李岩，之前是我太过分了，能不能请你吃顿饭？我老婆也说想给你当面道谢，我刚好收到闺蜜说自己有事，我这人就是不善于拒绝。看廖飞眼眶红得不像样，也就同意了。只是廖飞行驶的地方越来越偏，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就踩了刹车，
从车抽屉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折叠刀，顶到了我的脖颈处。你他妈的贱人！害我也就算了，还害王哥，害得我们公司也没了，我的100万业绩和提成也没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廖飞整个人像是疯了一样，折叠刀在我的喉咙处不断滑动，我的心差点都要飞出来了。廖飞，你别激动，你想想，你老婆肚子里还有孩子，你要是再犯错，也辜负她求我的一片心意呀。廖飞满是血丝的眼睛似乎更红了，怪异地勾了勾唇角。孩子，那就是王哥让我老婆求情时随便编的说辞，也就你这个贱人会信。王哥对我那么好，你还把他害了进去，我要杀了你！眼看廖飞疯了一样的拿刀要往我身上捅，我不管不顾地去打开车门，车门却早被廖飞给上了锁。我下意识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脖子，不停地尖叫：王总对你好，你为什么还会吃回扣？你别打着王总的名号，你其实就是想报复我吧？廖飞的手一顿，冰冷的刀锋在我喉咙处不断游移，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死贱人！没想到你知道的还挺多。刀锋刺激着我的肌肤，让我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胆战心惊地劝着他：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心疼你没拿到手的100万订单吗？我们提成10个点，也就10万块，我给你钱，我给你50万，行吗？廖飞的眼里立刻迸发出了光亮，最后沉吟片刻：100万，我就放了你。但是王哥那边，我自然是点头答应，没问题。我马上就打电话说我愿意和王总和解。廖飞对我的识时务很满意，催着让我给他转钱。我想不明白，问他：廖飞，说你和王总关系好，你私下吃回扣，说你们不好，你又这么帮他，为什么呀？廖飞鄙夷地骂我蠢。王总手下有不少客户我还没挖到，再者我帮他一次，他出来也能记着我的好，就算知道我私下拿过回扣，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说来说去，廖飞还是对王总的利用更多一些。廖飞催着我快点赚，让我以后老实点，别惹他。我趁他正死死地盯着手机，快速将手机竖起，砸到他的脑袋上。嗷！廖飞惨叫一声，松开了手中的折叠刀。我急忙将车门开锁，连滚带爬地往外跑。廖飞恨得咬牙切齿，大骂我贱人，捂着头出来就想抓我，却被躲在树林里的警察给按了个正着。我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还好我的求救手表给力。廖飞在警察的钳制下不断地挣扎，看我的眼神几乎要把我撕碎。我从手机中翻出了我和表哥往年吃饭的合照，放到了他眼前。廖飞，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表哥，随便糊弄你答应要的10台机器，没想到你还以为真是自己能力出众，蠢货！我看你才是蠢货。廖飞满心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哪想到这一切都是假的，整个人如同霜打的茄子。不，这明明是我靠自己能力谈下的，以后我在整个行业都火了，怎么会是假的？不管是真是假，廖飞都被抓了。廖飞因为私下收受回扣、绑架勒索，性质严重，被处以15年有期徒刑。至于王总，那些混混都是他没发家以前一起混的兄弟，最终还是招了。王泽则是暴力寻衅滋事，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两人终于能一起踩缝纫机了。这件事结束后，我爸开始大力整顿王泽的公司，除了他们带来的群贷户，其他同事我都留下了，还叫回了还没找到工作的姜婉。这一次，我爸特意拿出了一部分钱，
一视同仁地给所有员工都发了新年红包和福利，所有人都喜气洋洋，让我想到了我爸总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人要格局大，心宽天地宽。只有真切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公司才能做大做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